别人都在末世疯狂囤着物资，而你的草莓渐渐让女神直呼好吃。一块饼干不仅让校花投怀送抱，一块面包直接让女明星不再洁身自好。装什么装啊？老子有钱开5菱宏光拖着走。距离末世来临还剩下30时31分13秒，发送末世大礼包 1.0 吧。谁啊？整蛊我吗？病毒，这肯定是手机病毒。后面的车开始叫喇叭催促起来，而唐南不小心碰到了接收上。不会是来真的吧？呵呵，有本事给老子来一把压不住的 AK47。我操！赶紧消失，赶紧消失！随着武器消失，唐南松了一口大气，但心跳不由得加快。这来的太突然了，一点准备都没有。回到家里，唐南打开电脑，恶补了一下末世法则，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：自身利益才是最重要的。打开无限装备，里面都是各式各样的枪械，使用强化身体，竟然能直接把菜刀掰弯。来吧，末世，老子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，老子不是外卖小哥，老子是末日大哥。凌晨已到，屋外响起了渐渐地下起了小雨，恐怖的尖叫声顿时响彻整个小区。与此同时，整个小区渐渐亮起了灯光，都站在阳台上疑惑看着，根本不知道发生什么了。唐南随即来到1楼，人山人海的全部排在便利店外买水，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惊恐。插什么队？你们这些男人不知道女士优先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谁还要管这个？末世来临，男人的优势一下就体现出来了。没抢到物资的人本来想踏出楼层，但是肉眼能见轮胎在慢慢腐蚀，看来这雨可以腐蚀橡胶。1个小时都没有，思绪就开始乱了。就这点水源根本就撑不了多久，家里有桶装水的还好说，但是等所有食物消耗殆尽，人性恶的一面将全面爆发。就在此时，一道亮丽的身影吸引到了唐南的目光，好像是一个空姐，几次在电梯里头碰见过。走吧，安白，反正家里还有半桶水，这雨下不了多久。哈哈，再过几天所有人没有食物，我就能感受到曹贼的快乐了。雨一直下了7天，唐南在家待得没意思，又来到楼下的便利店，发现人们都在置换物品。女人们拿出名牌包包、化妆品兑换食物，男人们则拿出名牌手表等，还有将自己4090 Ti 的电脑给拿出来兑换水源。爱马仕夏季款换一箱矿泉水，4090 T 显卡换5瓶矿泉水，错过就没了啊！哥们，我缓。这一套配资下来多多少少得4万吧，结果就这么给换了。不过现在还有正常交易，但再过3天恐怕就不是这么交易的了。而唐南突然看见摆摊的安白，由于长相出众，光顾他摊位自然不少。美女，跟我玩一次，这瓶水就给你了。呵呵，我出2瓶水，我出3瓶。无耻！装什么装？那边的红灯区1杯水玩一次。红灯区？唐南好奇四处张望，所谓的红灯区原来是个警报灯，周围站着不少凉快的女人，浓妆艳抹，质量堪忧。都给我抢了，将物资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将物资交出来，免得受苦。还有没有王法了？大白天抢劫！王法，我丁峰就是王法，把他的腿给我打断了。砰的一声骨裂，镇住了所有人。对面如此凶残的人，哪里还敢反抗？老老实实把物资交上，免得被白白打一顿。那边站着的几个女人给我带走。本来就没多少物资，还被他们给抢了，你们怎么都不反抗？那你怎么不反抗？说这种风凉话。每栋楼层之间都有一个卷闸门，我建议将我们这一栋楼封闭，免得再被掠夺。就算要交换物资，从卷闸门的缝隙交换也行。这男人的话一出，立马引起了赞同，几栋楼都把门口卷闸门关住了。我还有一个建议，男同志们团结起来，搜寻物资，也有能力抵抗那些恶棍。好主意，我们团结起来，一起对抗那些恶棍。我可没兴趣给人打工，都末世了还打工啊，脑子有病。回到自己家楼层，唐南就看见蹲坐在房门口的网红女主播孙婷。原来你躲起来了呀？你家还有水吗？我家有没有水跟你有什么关系呢？屌丝就是屌丝。我本来就是一个屌丝，如今末世来临，也只是想好好活着，大家相安无事。我不找你麻烦，你也别来找我的麻烦。哼。时间再次过了3天，雨依然没有要停止的意思。5栋楼分了5大派，达成了一定的协议。晚上这栋楼也准备召开一次会议。各位业主，我叫董飞，之前是企业高管，承蒙大家看得起，来领这个头。危机已经1个多星期了，什么救援都没有，官方也没发出任何消息。咱们这3号楼的物资想必也差不多。昨天4号楼就有人冒险出去抢物资，虽然折了一个，但至少有了食物。所以我建议我们也组个车队出去搜索物资。然而董飞说完，没有一个人回答，毕竟这是要命的活。我也不勉强，不想处理无所谓。等我们拿回来的物资，你们可别直染。我去，我也去。宁谷，我们家已经没吃的了。急什么？我爸说了，他在想办法给我们送吃的。难道你想让我去死啊？不是，我不是这个意思。那你是什么意思？大概3个小时后，2辆车带着冒火星子的轮毂回来。去的时候6个人，回来只剩下4个。外面已经乱透了，都在抢物资。你老公还有你儿子都是被别人打死的，不是被雨淋。大家听后面面相觑，脸上布满了恐惧。不过当看见后排还有尾箱的食物、水，原本恐惧被渴望代替。我要水，我要水。还有谁来抢？一个人活生生被打死，所有人吓得不敢吱声。听好了，男人想换物资，那就必须出门；女人想换物资，拿你们的身体交换。董飞的话刷新了所有人的3观，但也不怪董飞，这些物资都是拿命换来的，凭什么共享？有什么事情吗？大哥，能分我点水吗？我还是喜欢你那高傲不驯的模样，恢复一下，叫我臭屌丝。大哥，您误会了，是我有眼无珠。孙婷连忙道歉，十分恳求着唐南，
而唐南也给了他一块披萨和水。哎，看你脏脏的，去洗个澡吧。你这里还有水洗澡？当然了，洗干净点，多擦点沐浴露。孙婷立马跑进洗手间，果然有干净的水，门都没来得及关，就迫不及待清洗起来。这画面倒是便宜了唐南。那个，我先回去了，谢谢你。吃了我的东西，拍拍屁股就想走了呀？我刚刚洗澡没关门，都被你看光了，你还想干嘛？当看见手枪，孙婷呆住了，但很快就笑道：“这是打火机还是喷水枪？吓唬谁呢？”砰的一声枪响，整栋楼的感应灯都亮了，小区所有人都被这道声音吓了一跳。谁？是谁开的枪？谁开的枪？这一把枪已经威胁到他的地位，甚至感觉一把枪就在脑门前。我感觉枪声就在我们这栋楼，确实比较像。光头，你跟黄毛挨家挨户检查一下。光头和黄毛对视了一眼，人家手里可是有枪，多少有点不敢。每人1箱面包和矿泉水。悠着点，有口气，等我回来。一个快40多岁的老女人，你就这么喜欢？董哥，你不知道，这女人平日我就眼馋了，要不是这末世，还真没办法玩到，还得感谢一下末世。光头哥，701号有个主播，身材可好了，还有603号有个空姐，那模样润得很。你小子倒是聪明，有我罩着你，以后出门保你不死。谢光头哥，等你爽了之后，给弟弟我也爽爽。放心，这世道的女人随便耍。找枪的事情已经被两人忘记，直接来到了603号找空姐。而此时宁谷显得格外的暴躁，坐立不安，敲门声一响起，就将屋内的两人都吓了一跳。知道你们在屋里，开门。有什么事情吗？兄弟，饿了很多天了吧？昨天物资很丰厚，有空来201来聊聊。随后两人来到，又了701敲门。我们有很多食物，有空来201聊聊。活着比什么都好，总比饿死在家里强。敲门轻点，吵死了。光头和黄毛对视了一眼，最近所有的男人对他们毕恭毕敬，什么时候有这种口气？你 TMD 找死是不是？怎么跟我光头哥说话了？但两人看向屋内，顿时惊呆了。只见餐桌上摆放着各种美食，旁边还有一个女人在吃东西。光头哥，这好像就是那个女主播。你小子有点路子啊，吃喝不愁，家里还有美女。光头哥，有猪脚饭，有好多肉，这能够咱们吃上1个星期。小子，识相的话就把吃的拿出来，这个女人交出来，少受点苦。这可是我的，怎么能交给你们？不行。这两个傻逼死定了。好，见酒不吃吃罚酒。光头哥，你站远一点，别让血溅到了。唐南一拳将黄毛打倒，随即扔出门去。而此时，光头已经吓得一身冷汗。坐，一起吃，给这位大哥添一副碗筷。而光头根本就不敢拿筷子，十分恐惧地看着唐南。怎么不吃？看不起我？兄弟误会，没有的事。那就好。现在外面什么情况？现在外面很乱，为了抢物资到处杀人，周边的便利店、超市已经被几个小区洗劫一空。你们老大是怎么打算的？老大说，等这批物资吃完，就去抢周围小区的。你们还有多少？省一点，应该能应付1个月吧。对了，你们老大是不是在找这个？唐南直接把枪给拿出来，看得光头头皮发麻。为了面包和矿泉水，自己可是把命交代了。大哥，我错了，你别杀我啊！我把我的物资都给你，求你了。快吃，别浪费了，记得跟我说谢谢。谢谢大哥。光头随即便开始大口大口的吃。不是，你还真吃啊？东哥，光头和黄毛被人发现卡在了楼梯间。老大，他不来找咱们，咱们也没必要去找他麻烦，免得交恶。董飞虽然不服气，但小弟的话在理，要是这个持枪的人报复自己，几条命都不够赔。兄弟，我们这有吃有喝，有空过来坐坐。说完之后，董飞看着尸体，忽然目光一聚，从这两个人的位置来看，应该是从自己的楼上。狗子，查一查我楼上的这些业主信息，看有几个没有来报道的。很快，狗子就有了结果。董哥，楼上现在只有2家没有来过，6楼一个叫安白的空姐，7楼一个叫唐南的送外卖的。那个空姐我以前在电梯碰见过，长得巨好，皮肤也白，身边跟着一个高富帅男朋友。难道是她那个男朋友有枪？董飞也看见过安白的男朋友，那副样子也不像是有枪的人。难道是那个送外卖的？一个送外卖的身上怎么有可能带枪？但除了他们2个，还能有谁？难道是我猜错了吗？丁老大，这么晚还没睡啊？董老大不是也没睡吗？那看来都是被枪响搞得睡不着。不劳烦丁老大操心，我能解决。那行吧，原本想帮董老大一把，有麻烦找我，我很乐意出手。多谢丁老大好意，我还有点事，先挂了。另外一边的丁峰切了一声放下手机，坐在旁边的女人30多岁，是丁峰的女朋友，有那么几分姿色。峰哥，还是得想办法把枪搞到手，有了枪，你就是这个小区的皇帝，也许能把周围几个小区都控制起来。女人的话让丁峰心动不已，一栋楼不是丁峰的目标。还有，我听群里的姐妹说，3号楼有个空姐和主播长得极好，我这还有照片。女人打开手机，
将安白和孙婷的照片拿出来给丁峰看。明天开个会，准备准备，叫人把3号楼攻破。我先出去一趟。你去哪里？就是出去一下。你是不是要去找他们？你烦不烦啊？我不去找他们找谁？老子的保时捷就换了1瓶水，2块面包。你倒好，什么都不做就享受我拿回来的食物。实话跟你说，我已经跟董哥达成了合作，你每天去陪他们1次，我们就能活下去。你让我去陪那些禽兽？那你想被饿死吗？你忍心让我饿死吗？你以前不是说能为我去死吗？现在还不是让你去死，只是让你牺牲一下身体而已。你应该想想我以前怎么对你的，名牌包包、名牌首饰，各种高档餐厅，哪一个不要钱？以前是我付出，现在换你了。听到门关的声音，安白双目里都是绝望之色，随后便出去透透气，正巧看到唐楠和孙婷。小姐姐，下午好啊。我记得这个孙婷是主播，赚的比我还要多，她为什么和这个人在一起？小姐姐，你这么看着我们干什么？快回家去。你们家还有吃的吗？当然有吃的，你想吃吗？我想。孙婷拿起半瓶矿泉水，随手递给了安白。谢谢，谢谢，我家还有很多吃的，你要不要一起来？真的吗？我愿意。接着，安白跟唐楠一起来到了他家，看到了食物，连忙吃了起来。听说你男朋友要把你给卖了？他没有。你们应该还不知道啊，咱们这栋楼啊，有个男人群，昨天你就在里面拍卖，价格还挺高，1瓶水半个小时都有4个预约。不可能，他只是让我去陪董飞。董飞只是你的第1个客户而已，你看看。唐楠将手机放在安白的眼前，安白看到里面的内容触目惊心，然后哭了起来。不如跟我一起，每天都有吃喝，这样就能每日3餐，全世界各种美食都有，还能洗去身上的污垢，在这种乱世中活下去。以后让孙婷去拉皮条好了，这绝对是潜力股。你是想留在这里，还是选择去当玩物？你自己决定。我选择留下。大声点。我选择留下。我操！我都想给孙婷开工资了，这种人才得留着。然而就在此时，宁谷回到家里，发现安白不见了，在楼道里寻找。贱人，你到哪里了？快出来，别逼老子打死你！帅哥，这里。你是那个女主播？是啊。这个女主播怎么娇艳动人，还穿得如此的性感？妈的，改天找个机会。然而等宁谷进门之后，表情立马僵硬住了，自己的女朋友居然站在那里，坐在沙发上的是那个送外卖。只是当看见茶几上的肯德基，宁谷的嘴角在发抖。贱人，你 TMD 居然吃独食，这些肯德基都是我的，还有这边的水。宁谷见唐楠不说话，还以为是默认了。安白，你愣着干什么？给我过来，我的女人可是按分钟来收费的。不好意思啊，你的女人现在是我的了。你是个什么东西？安白，给我过来。大哥，有话好说，看你想玩多久都行。吃了我这么多东西，不说一声谢谢吗？对，谢谢。结束后，唐楠看到董飞群发了消息，晚上所有人去地下车库开个会，今天晚上带你们出去玩玩。妈拉个巴子，那个宁谷居然给我玩消失，还收了我1块面包的定金。那小子还收了我1个卤蛋定金，等下老子就去砍了他。而董飞坐在引擎盖上，一直在思考消失的宁谷是不是枪手，还是那个外卖小子，还是说另有其人躲在暗处。董哥，这是我老婆，我想换2瓶水。就你这黄脸婆还想卖2瓶矿泉水，压是烂你。那一瓶就够了，我媳妇干净，没人碰过的。滚，想吃喝自己出去抢。都怪你，为什么不跟着去抢食物？我娶你有什么用？1瓶水都换不来。就在此时，唐楠带了2个美女走了出来，看着2女的穿着打扮，男人们在咽口水。这不是那个女主播吗？居然跟这个送外卖的在一起。这个送外卖的家里肯定囤了很多东西。空姐，这是那个空姐。操啊，她那个富豪男朋友肯定死了。你要是藏着不说，谁也不知道。这么带出来装逼，想过后果吗？后果？什么后果？你给我演示一下。兄弟，女人怎么卖？3瓶水卖不卖？3瓶水，老子出1箱水，这1双给我。忽然，一个猥琐男人走到孙婷身边，手掌直接朝着孙婷2人摸去。唐楠直接一脚将男人踢成烂肉。动我的口粮，那就是在断我生路，下场只有死。众人被吓到，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最后将目光放在董飞身上。一个小插曲而已，不是要开会吗？继续吧。那就开会吧，针对这几天有人冒充枪手的事情做个总结。对了，你有枪吗？我可是良好市民，怎么会有那种东西呢？董飞微微松了一口，看来这个送外卖的确实没有枪。如果有枪，现在拿出来可以震慑住所有人。还有就是物资的事情，过几天组织一起出去。小哥，看你刀法可以，要不要一起？没兴趣。一时间，董飞感觉周围人的眼神有点不同，这个送外卖的在挑战自己的权威，如果不树立威信，到时候这些人都不怕自己了。这么说起来，小哥你家里应该囤了不少。确实囤了不少，不然怎么养活他们呢？好，不早说，有东西也不知道分享给邻居，自私。你来抢啊！瘦的胖子迟疑了，看着安白刚才一脚踢没的小哥，往后退了一步。既然你不抢，那我杀你了呀！这位小哥，你是这个，但你应该有所不知，你身边的这位空姐，她的男朋友已经将她的所有权卖给我了。是吗？我怎么不知道？你叫她男朋友出来。
这是她男朋友写的出售书，谁知道是不是你写的？这还有她男朋友的手指印。那你又怎么证明这手印是她男朋友的？我看要找个机构检查一下。我现在在跟你讲道理，别逼我。都末世了，谁还在讲道理啊？哈哈哈！你耍我，杀了他！1箱矿泉水，不，2箱矿泉水，外加牛肉干10包，自嗨锅10个，方便面20包。重赏之下必有勇夫，好几个人都冲了上去，但见唐南7进7出，瞬间全部解决。而董飞下的想点支烟，却发现没有火，没气了呀！诺，我有，手也不来一下，一句谢谢也没有，很不礼貌。谢谢。最讨厌不讲礼貌的人。就是此刻，丁峰一伙人就在隔壁看得一清二楚。老大，怎么办？董飞那群人居然全部被砍了。砍了倒没事，主要是物资也好，人少也不用消耗物资。另外一边，唐南几人把董飞几人的物资收集回来，门口出现一群女人，想来投靠唐南。这是你们的酬劳，拿着走吧。每人都拿到了自己报酬，真是当看见满屋的食物，还有那一箱一箱的矿泉水叠在角落，心里顿时冒出别样的想法。那里面可都是董飞之前抢的物资，咱们就拿这么一点，是不是太少了？可不是嘛，刚刚搬尸体那么累，怎么一瓶水就打发了？简直就是打发要饭的。是啊，他们那3个人也吃不了啊，况且男人们都死了，足够我们吃的了。半晌后，12个女人选出了代表，再次来到门口。那个你好，我们以前应该见过面的。你是？我，小区物业部的周敏。有什么事吗？是这样的，我们都是女人，刚刚搬尸体消耗太多体力，之前董飞一直压榨我们，根本就没有什么吃的，能不能给点吃的？今天我心情好，一人1片面包。不是的，那2箱面包能不能都给我们？你 TM 说什么？你刚刚说什么？你叫唐南是吧？你还来我家送过外卖。哦，你是那个物业的。看唐南一下这么老实了，周明胆子又大了几分。是这样的，这里物资那么多，能不能多给2箱？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吗？说的还挺有道理的。嘿嘿，我们就拿一点，不会太多的。唐南没有吭声，周明以为唐南默认了，直接走到物资面前。老李，这里还有辣条，搬走，居然还有薯条，帮一把，还有鸭脖鸡翅，太多了，这1箱也搬走。还搬呢？哎呀，反正你们也吃不完这么多，这里还有1箱，快点。不到一会，屋里一半的物资全部堆积在外面的门。小哥，你放心好了，这份心我们都记在心里，到时候安全了，肯定会帮你隐瞒杀人的事情。那我应该谢谢你们啊。不用谢，都住在一个小区就是缘分吗？没什么事我们就先走了。抢了我这么多东西，说走就走啊？不合适吧，阿姨？你这孩子怎么说话的？哪里抢了？是拿。先声明，我可没同意你们呢。你们简直不可理喻，咱们走，别理他们了。现在换我来抢你们喽。老大，3号楼响枪了。老子没聋，听到了。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外卖小哥被杀。很有可能，这个拿枪的估计一直在等待时机，想必他的子弹不会太多，刚好那个送外卖的把董飞那群男人都干掉，他就立马跳出来。峰哥，要不去看看？等2天吧。而1号楼里，一个美若动人的女人站在窗户前。姐，又响枪声了，你不要命了啊？这子弹可不长眼睛。姐，什么时候是个头啊？咱们1号楼还算安稳，有你姐夫把控着不会乱，看看其他几栋早就乱套了。随后，女人丈夫回到了家里，显得十分慌张。老公，会开的怎么样？3号楼怎么又响枪了？3号楼的男人应该全死光了。什么？姐妹俩面面相觑，怎么突然就死光了？都是被一个送外卖的杀了。送外卖？姐妹俩难以置信，早就听说送外卖的人群里卧虎藏龙，以前觉得是个梗，现在觉得很真实。我这还有视频，你们要不要看？有点血腥。姐妹俩坐在沙发上看着手机，当看见唐南的时候，叶玉玲微微皱眉。这个送外卖的有点眼熟，应该送过咱们家吧？送过。叶青衣一下就注意到孙婷和安柏了，他们的穿着打扮让叶青衣脸红耳赤，怎么穿成这个样子出门？姐夫，他们怎么和这个送外卖在一起？难道是被威胁了吗？你看他们的表情，你觉得是威胁吗？叶青衣一下子注意到了，看他们那乖巧模样，甚至学猫叫，目光深处一点反感都没有。这2个女人应该被洗脑了，变成送外卖的宠物猫。我也感觉你姐夫说的对。那他们身上怎么会如此干净？除非洗澡了，但现在水都停了。不管怎么说，3号楼差不多就只剩下他一个男人了。刚刚传出的那些枪声，要么就是这个送外卖的被杀，要么就是3号楼的那些女人，没有其他。今天的会开的怎么样？青衣，你去卧室拿1块面包。啊，好。叶青衣起身走向卧室，随即关上门，但立即趴在门上偷听，
知道姐夫在支开自己。咱们这1号楼虽然暂时安全，但迟早会乱。我发现有几个开始用食物和女人交换，他们估计看其他楼都这样，开始瞒着我做了。那一定要制止啊！怎么治？都有好几个向我施压，还好刚子一直挺我。如果不是我带着他们出去找食物，早就不把我放在眼里。那怎么办啊？你要让青衣有点心理准备，毕竟她的相貌出众，迟早会被人发现的。到时候，偷听的叶青衣傻傻坐在地板上，脸上白了几分。他不知道后面他会面对什么。女儿那边还好吧？今天没什么事，学校食堂吃喝还算充足。大学生整体素质高，不像住在这里的，大多数都是租客，社会打拼底层，带着一股不公的怨气，所以才会在这么短的时间丧失人性。然而谢玉红心里清楚，等到食物吃完，素质再高也会沦为动物本性。回到唐南这里，没有事情的他有了一个用物资换些别的东西的想法。你们帮我想个办法，我奖励你们。想什么办法？你们说置物的物资换什么最好？当然是换美女了。安白顿了一下，心想如果换美女的话，以后唐南不要我们怎么办？但孙婷可是知道唐南的能力。我也观察很久了，咱们这个小区除了你们俩，已经没有好货色喽。不试试怎么知道呢？你要干什么？在小区群里宣传一下啊！用多少物资换？一半吧。一半是不是太多了？如果用一半物资能榨出一个美女，我觉得还是划算的。小白说的这个说法我喜欢。好你个小白，姐姐教你那么多绝活，现在都跟我争宠了呀！哼！各位业主大家好，我是3号楼的孙婷，你们有没有因为饥饿而发愁？有没有因为口干舌燥而发狂？而我能帮你们解决这个问题。董老大的这些物资换取正宗美女小猫咪，有意者私聊喵。说完之后，还拍了一张物资照片发送到群里。刚刚发完，手机一下就冒出不少加好友的。这个女主播居然想以物换美女，那个送外卖的到底死了没有？也许那个拿枪的打死了送外卖的，这2个女人就投靠了枪手也说不定。但子弹绝对没有多少了。别忘记，还有另外一把枪的存在。螳螂捕蝉，黄雀在后。那3号楼实在太诡异了。他们不是在找美女吗？你找一个去看看。我已经让那些女人去加微信了，但都被回绝。丁峰揉了揉额头，要找女主播那样的美女，谈何容易？我觉得还是得夜袭。咦，那些物资比女人更加诱人，必须拿下。1号楼里，叶青衣也看到了孙婷发来的消息，不过家里还有存货，没必要自投罗网。子辉，这么晚还没睡？睡不着，想你了。我也想你。这一刻变得安静起来，虽然还不是夫妻，但已经订婚了。原本是打算年底结婚，可惜碰上了这种事情。今天你那边还好吗？还好，不用担心。你那边今天还好吗？放心，我这边都是别墅区，因为人少，物资倒是充裕，物业那边囤了不少。那这小妮子还有心情做瑜伽，你说呢？真好。依依，你要想办法过来，我不放心你。叶青衣苦笑，华安市离云海市有400公里，放在以前一下就到了，但是现在寸步难行。我会想办法的，别担心，我姐夫还是老大呢。我同学跟我说，有好多小区暴乱，杀人如杀鸡，有些变态连女人尸体都不放过。江子辉立马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，赶紧转移话题，说着以后去哪个国家蜜月，幻想着美好的未来。一眨眼7天时间过去，丁峰看着日渐减少的物资，还有外面大雨加大风，决定今天晚上进攻3号楼。峰哥，兄弟们已经做好准备。各位兄弟，只要拿到董飞的物资，咱们要吃有吃，要喝有喝，还能兑换旁边激动的女人。好，跟着峰哥吃不尽的美食，玩不够的女人。峰哥，我一个们在1号楼，今天发微信给我说1号楼快乱。那个谢玉红还真以为能控制住，没有足够的食物支撑，乱只是迟早的事情。况且他那种烂好人，迟早会后悔莫及。可不是嘛，外面抢回来的食物还分给那些老头子，简直就是浪费。对了，峰哥，咱们今天抢了3号楼，什么时候把其他楼也给抢了？丁峰微微眯了一下双眼，转头看向外面的大雨。冯静和孙友情小弟不少，那些人还挺团结，真要抢会着不少人。如果要抢，就是1号楼，趁着他们群龙无首，男人全杀，只留女人。就在这时，丁峰手机响了一下，当看到消息时，眉头深深皱起。峰哥，怎么了？冯静和孙友情说，今天晚上一起抢1号楼。那我们今天晚上还抢3号楼吗？今天晚上不抢3号楼，一起抢1号楼，半个小时后行动。老公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去刚子家谈点事情。突然叶玉玲看到谢玉红拿着一瓶矿泉水。还是要拿水吗？以前谈事不是送钱就是送烟送茶，现在送水也很正常。但这是我们家最后一瓶水了，以后我们喝什么？刚子不是你的发小吗？你们关系那么铁，你用得着用水去吗？你说啊！叶玉玲情绪似乎有点崩溃，而谢玉红生气推了他一把。
姐夫，你这是干什么？姐姐只是问你而已。为了这个家，以前我在公司里任劳任怨，我要养家，我要养你，要养女儿，房贷车贷，哪一个不是一座山压在肩膀上？出现这个灾难，有一刻我觉得自己全身都轻松了，但很快我发现我依然不能轻松。我要保护你们，我还是得在外面拼死拼活。但我得到什么？以前是这个月的工资呢，现在是水呢？你们知道我压力有多大吗？他们现在已经疯了。姐妹俩懵了，不知道该说什么。叶玉玲忽然呜呜哭了起来，叶青衣只能安慰着。青衣，看着你姐，只要不是我，谁都不要开门。紧接着，谢玉红来到了发小毛刚的家里。玉哥，是不是想通了？刚子，只要你挺我，咱们1号楼乱不了。等大风过去，哥带着你们出去找食物。玉哥，我知道你是个好人，你想大家都安全，但那是不可能的。你已经做得很好了，这么多天，那些人已经变成动物，只有我们好好的。那我们更加坚持下去，搜寻食物，等待救援啊！刚子，我们不能像他们那样变成动物。玉哥，这年头好人不能当了，你已经做得很好，这个坏人我来当。刚子，你醒醒了，我们不能乱，我们一乱，他们必会乘虚而入。玉哥，你也知道，那你为什么反对？为什么不支持我？你还当我是兄弟吗？我怎么没当你是兄弟？你没钱买房，还不是我借钱给你？那是因为你想我住在你楼下，你是借钱给了，但3000的房贷压得我要死。原本我只是想买更便宜的小区，是你让我来的，我都听你的啊，兄弟。因为我想照顾你啊。呵呵，你是想照顾那些老头子和老婆子，那些7老8十的有什么用？完全就是在浪费我们的资源。我们分少了，还要对我们说教，这些人留着有什么用？看看2号楼，老的全部杀掉，反正他们也活不了多久。刚子，你不要被他们洗脑了。玉哥，这辈子我都听你的，现在我就只有一个要求，听我一次。你老婆孩子呢？卧室里。谢玉红立马朝着卧室走去，打开门发现毛刚老婆孩子蜷缩在角落瑟瑟发抖，旁边是一个70岁的老人躺地上。老头子坚持不下去了，让我杀了他。刚子，你还是人吗？那可是你爸。玉哥，我连我爸都能杀，没人能挡住我的路。疯子。谢玉红开门走出来，对面的60岁大妈也刚好走出，看到谢玉红手里的水一愣。谢总，你可真是太好了，又来送水了。不是给你的。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不是说物资共享吗？那这瓶水就有我的份了。没有。行吧行吧，反正我还有几瓶。你还有很多瓶。什么几瓶？哪有几瓶？倒是你们了，赶紧出去找吃的呀，别老找些零食，找点蔬菜什么的，营养才能平衡。最近都上火了，牙都开始疼起来。哎呦，又来了，我先回了呀，你赶紧召集人出去找吃的。谢玉红紧紧握着拳头，这些话无疑是在轰炸大脑。丁老大，孙老大，搞完这1号楼，咱们商量个时间，把3号楼董飞的物资拿了。至于那个枪手，子弹能有我们人多。有什么好商量的？今天晚上抢这边，明天晚上抢那边，干不干？3人都知道3号楼比1号楼危险，但物资方面肯定要比1号楼多些。我同意。那2个女的我要。女人抢到手，用物资拍卖。有点意思，行。虽然达成一致，但3人心里想找个机会把对方干掉。完事了，谢玉红2口子被我做掉了。刚子兄弟做事情真的果断啊！各位大哥，说好了不斗我家人。放心，出来混的讲的就是诚信。随后一群人来到了3号楼，瞬间求饶的声音响彻小区。大晚上的还让不让人休息了？整天不想搞物资，就整这些没用的。干什么呢？有空拿刀吓唬我这个老太婆，有本事去外面抢物资。现在的年轻人啊，都不尊老爱幼了。这1号楼住的是什么奇葩，居然还能活到现在？看什么看，滚蛋！给我站住！天天在小区放喇叭，老家伙，老子想砍你们很久了。今天晚上很热闹，1号楼被其他几个攻破了。小白，这不是我们应该担心的。我就算死，也不想落到那些人的手里。我都没死，你们怎么会死？来多少我杀多少。1个小时后，1号楼的大清缴到了尾声。看着如小山一般的物资，3个老大都有点懵逼。那个谢玉红可以啊，搞了这么多物资。老大，这些物资大部分都是从那些老太婆老头子家里搜刮出来了。呵呵，他们那个老大可真是大好人啊，好东西都留给了老家伙，让一群年轻人来啊。就在这时，一个小弟带着一个女人来到了3人面前。老大，这里还藏着一个女人。卧槽，极品！放开我！叶青衣向后撤了一步，警惕看着周围的男人，感觉身处地狱。还是一匹小烈马，不知道骑起来滋味如何。周围的小弟也都齐刷刷看过来，这可比那些女人强太多了，素颜都这么好看。冯老大，丁老大，这个女人是我小弟发现的，你们不会来抢吧？孙老大这话说的，之前早就说好了，1号楼所有的一切都平分。冯老大说的没错，
孙老大不会是要打破我们之间的协议吧？开个玩笑而已，看把你们紧张的。不得不说，红颜祸水放在什么时候都管用，这一个就差点就让三方撕毁那脆弱的合作关系。那这样吧，之前咱们就说过，碰到极品咱们也别呛，拍卖不得了。行啊，拍卖。既然是拍卖，那肯定要好好看看货色正不正。